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白燕怡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两位。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他体贴，能够照顾人，想着凑一起试试，但他总是动一些歪脑筋，我害怕被他骗了，真不知道还要不要和他继续下去了。我全心全意地对他，希望以后能长久地走下去，他却跟防贼一样防着我，从来没有拿我当自己人，我特别伤心。我条件比他好，给了他很多帮助，可是他看不见我的好，希望他能为我考虑考虑，别总想着占我便宜，还指责我没有人情味儿。我遇到困难了，想着他能帮我一把，但是他却当作看不见。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一家人，现在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孟先生44岁，来自黑龙江保安队长；女嘉宾高女士41岁，来自天津房产销售。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恋人。对。啊，对。怎么了？您这个照理是委屈啊，还是这怎么还是运着气呢？肯定了，心里边想的比较多。今天能来到这儿呢，我就觉着我一直对他挺好，但是呢，他始终像防贼一样防着我，那我心里肯定委屈啊。哦，这个孟先生是未婚，对吧？高女士是离异，对，带一孩子，对，所以打这儿开始就有委屈了吧？是的，其实我从开始跟他处对象就一直对他，包括他的家人很好。现在发生了什么让你伤心？确实是啊，这个想起来啊，确实啊，心里边这个事儿太多了，是吧？那我来说吧，先，我不是有2套房子吗？然后一个80平米的，一个100平米的房子，然后80平米这个房子我就想着留给女儿的。然后他来到这边的，我就想着750块钱租给他就得了，我正常价格是1500。他住了一段时间呢，他觉得这个房子呀挺好的，有家的感觉，想着呢给我10万块钱，加上他的名字，这个房子就是留给我闺女的。你说你在房子上加个名字，咱说白了10万块钱就想有一套房，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对吧？我也不是想着非得用10万块钱说是要把我房产证说换成我的名字，我只是让加上我的名字。因为什么呀？我在外边漂泊很多年了，我一直想有个家包括他家的地理环境啊，各方面我都很喜欢。我就想着自己还有个家，那么我现在有10万块钱存款，我就先给你，是吧？然后呢，我工作也比较稳定，以后再慢慢挣，是不是？我再还。不是，你们俩结婚了吗？没有，没结婚，你给人10万块钱在房本上加名字，人肯定不接受啊！不是啊，我还可以给他签婚前协议啊。等他结了婚以后，我把我挣的钱如数上交，他每个月就给我点零花钱，我抽点烟就行了，我也没有别的爱好。他老就动那个歪心思，你想让10万块钱想买一辈子的饭票，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怎么可能是歪心思啊？好，这第一件事哈。还有啥事儿？我问问大姐吧。他父亲去年不是那个心脏支架嘛，然后需要20万块钱的那个押金，好像他跟他姐姐们凑，完了没凑上，想着从我这儿拿10万块钱。我想着我俩现在是情侣的关系。再说了，我以前当服务员做兼职成不容易了，那钱也是我一块一块攒起来的。你说给拿10万就拿10万，上嘴唇下嘴唇一碰的，那这10万块钱你拿走了不回来怎么办？借没借？没借。然后我就给他拿了5000块钱表我心意呗，他还说我没有人情味儿。那本来就是啊，这赶上我有事儿了，父亲手术，我和我姐姐呢暂时凑这个钱呢又凑不上，所以说我就想着，既然跟他是情侣关系，那我就想着从他手里拿呀，这也不是外人呢，他应该帮我呀。他觉得很理直气壮似的，我都觉得每一次都是这样，你说是？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了？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劲呢，从别人手里借钱，但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一直是个疙瘩。他说白了，在这种事上面都不帮忙，是不是？那什么时候他能帮我呀？处对象人家有权利不借给您钱啊，情侣之间财务清楚才代表爱呢。他就是从心里边没看得起我，就是像防贼一样防着我。说白了就是你想多了，想多了。孩子多大呀？孩子今年20了。男孩女孩啊？女孩。跟他关系怎么样啊？
关系也还行，但是我吧总觉得，你看我是个女孩，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心肝宝贝儿，我就觉得就是在我不在的时候嘛，你就别老就是说接近我女儿，还嫌我事儿多。是这样的，主持人哈，因为他工作的原因呢，有的时候他就回来的很晚，然后致使他家姑娘吃不上饭，孩子经常点外卖，我就觉着是吧？这个时候他不在的时候啊，我可以去给孩子做个饭，然后陪陪孩子，增加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说实话，在这儿呢，我是有私心的。我今年44岁了，我就是跟他成家，我也不会再有自己的孩子了，啊，我想着就把他的闺女当成自己的亲闺女来看待，给孩子送个饭，不比外卖强吗？是不是？最后还给我约法三章，还说的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要跟我女儿接触。那你说我成什么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吧。我家是个女儿，我不在的时候，你说大晚上的，咱说白了，你避讳着点儿呗，毕竟是女孩子，这也很正常的事儿吧？做得对，做得对。是啊，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来了呀，是吧？有一次他带着孩子到我那小房子，因为小房子租给我了嘛，然后到我那去吃饭，我给孩子做饭，孩子呢就非常喜欢我做的菜啊，就跟我说叔叔这个怎么做的呀？我就想教孩子做菜。这也招来他的不愿意。那孩子现在正上学的时候，你现在教他做饭，他现在除了学习都不嘛都不爱。你想着他现在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之后找不到好工作，就像跟他妈妈似的，受苦受累的。你说你想话，他毕业了之后，你愿意教他就教他呗，我教他也行，你教他也行，你非得想着现在教他。你说我给孩子做个饭，教孩子做个菜，你说怎么就影响孩子前程了呢？而且我在北京有个远房的外甥，家里条件特别好，人也长得比较帅气。我想着跟他同龄的差不多，就给他姑娘介绍介绍。如果他俩成了以后，是吧？这不是亲上加亲，这不是好事吗？对，你说这一天天这歪心思动的太多了，我都纳了闷儿了。你说孩子大学没有毕业，刚20岁，你就给他介绍对象，毕业了之后他爱找嘛呀找嘛，用你管呀？我这不是好心吗？我发现您这个对于生活都是自我向往，您这好心，往往容易被别人认为心术不正，这咱就反思反思了哈。这个家里的长辈什么的见过这位吗？没有。那你们也谈了有？谈了1年多了。1年多了。对。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呀？其实他一开始吧也对我挺好的，但是这几件事儿吧，我就觉得我得再考虑考虑啊。所以说就来到你们这儿，请帮个忙呗。考虑考虑。说这个事儿我就挺生气的。咋了？因为是什么事儿呢？他呀就是每个月啊，他都会带着姑娘去见孩子他奶奶，也就是他前夫的妈。然后呢，每个月还给老太太500块钱，这不挺好吗？那不对呀，他现在跟我正在处对象，他现在想干嘛呀？他这是藕断丝连吗？他想着以后破镜重圆吗？人家是带着闺女看奶奶，这有啥问题吗？你们已经离婚了呀，而且他前夫跟他说白了就是没有一点责任心，用我们话说就一点不爷们儿。不，咱说的2件事啊，人家是带着闺女去看闺女的奶奶。对呀。这有什么问题吗？但是现在你都没跟人结婚，都想谈恋爱，就想跟孩子亲近亲近。对呀，我就觉得他们就想啊，借着这个机会想破镜重圆啊。你看看你这歪心思想的，我就真的我特别不能理解，你知道吗？孩子是奶奶带大的，我就想我现在有能力了，对吧？我给奶奶点钱，这个钱也不是说奶奶自己花，平时也给孩子花。你说这有问题吗？一天天的净瞎想，我就那怎么就没有问题呢？而且就每次就跟我说你要去啊，就是让孩子奶奶我爷给我把关。行，我就直邮不过是吧？我就去吧，跟他去了。说明人家没事儿，把你带到孩子奶奶面前，人家还想跟你好啊。对呀，但是我也不是对老太太有意见哈。老太太当时就说了啊，你太胖了，你身体不健康。不是，你是应该减肥啊！我刚才还想说呢，您体重是不是太大了呀？对身体不好啊。啊，我一直在努力在减肥呀，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是我很努力在减肥。不是你这是肥胖自己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其实孩子奶奶也是好心，他就不理解，你知道吗？再说了，你以前300多斤的时候也能减下来，你当初追我的时候说210斤减到180斤，然后我才同意跟你搞个对象。然后你这现在你看，我激励他减肥，我说的你能减10斤呢，我给你500块钱。你看你这瞧得起我吗？啊，给5000行不行？给你100块钱，你减吧。那我减。你说话多气人，你知道吗？你们俩怎么好上的？就这么2个人是怎么好在一起的？我是做那个房产中介的，然后他是通过租房子认识的我。当时呢，租房交了押金之后呢，他的工作有变动，押金正常来说是不退的啊。然后我就想着，他人也挺好的，就想着挺不容易的。后来我就跟领导去申请了，他就觉得我这人还挺好，然后就聊天聊着就他帮忙帮到一起啊。对对对。行了，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我跟你说啊，他因为是你看同事啊，经常因为卖个房子或者租房子总出单呢，他们就总举行团建，总吃饭。
那吃饭呢让我去接她，接她也无可厚非呀。但是呢，她不乐意，就嫌我每次把车开到都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你说咱俩处对象，也不是说干什么偷偷摸摸的事儿，你都正常在门口接我，又怎么地呢？我也不知道你是怕的嘛。啊，我不是怕啥哈，我就觉着你知道吗？我一个大男人，整天被他吆五喝六的，别人以为是吧？我这是傍了个富婆小白脸呢，说我不想听到这些闲言碎语。所以说你就下车走两步能怎么了？后来我也跟他说了，我家里房子都可以卖呀，都可以给他啊，因为他是干房产销售的。我在老家还有套5间大瓦房，院里有这个4棵名贵的树嘛，所以想让他一起帮他卖了啊。他就这个那的很多话，我钱都交给你，你就写上我名就行了呀。这个也是我是吧？我也是心甘情愿把钱给他的。这咱结婚房子上面不写名行不行？可以呀，就如果说老师说您给我说婚后写我名也可以，婚后也不写行不行？我觉着还是说写我名我比较踏实一点。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我的名字，我感觉就没有我啥事儿似的。哦。但是你就是图谋不轨，你知道吗？我这个词用在你身上特别的恰当。这个房子我本身就是留给郭一玲的，但是说你老家那个事儿我也不管。咱说白了，他老家有个老父亲，虽然说我干这个行业，你老家的政策跟这边政策也不一样。你老家有老父亲，有3个姐姐，我掺和你们家那事儿走嘛呢？这个事儿你完全不用担心呐，因为什么？是不是？我在老家是独子，我上面有3个姐，是吧？他们已经出嫁了，家里老父亲呢就把这个财产呢全部交给我打理。这个完全我自己说了算呢，而且当时我跟他借钱的时候，还想着是吧？因为他是离过婚，带个孩子，我家里人对这门婚事。那我离婚带孩子怎么了？我离婚带孩子你也是知道的呀，对吧？我离婚带孩子我也不差呀。就说我家里人会认为我未婚的是吧？你离过婚的就有点微词。我想让他借我钱，我能把老父亲这个手术看了，能增加在我家里人的形象啊，行，是这个意思。这不都您想的？我这不也好心吗？问您几个问题啊。怎么到这岁数还没结婚呢？因为什么？这些年呢，就一直在外边漂泊了。说白了，家里父亲也身体也不好。然后呢，我自己啊，当时心气很高，以至于啊，就是一直也没遇到合适的。因为啥？现在外边这我感觉这女人很现实，是吧？你没有什么东西，她不跟你在一起，是不是？那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找个来还找个那个爹来是吗？还得养着你们。你说这话多难听！我对你怎么样啊？是不是？我也实心实意对你。好。我一直想有个家，是不是？你说咱俩在一起不容易，是不是？行，咱就踏踏实实谈谈恋爱，多了解了解，行不行？很着急结婚吗？我着急没有用啊，人家不出口啊。我这一直想有个家，他迟迟的不给我结果。对啊，那您这什么意思呀？拖着人家？我也不是说拖着他，之前他确实也对我挺好的啊。就现在来到这儿嘛，不就让就您来是什么意思？让老师们给那个出主意呗。出主意什么意思？您还想跟他相处吗？本打算是不想相处了。哦，那就是想分手了嘛，对吧？他要跟您分手，您同意吗？那我肯定不同意，老师。因为什么呀？你想想，这么多说我们这么长时间都走过来了，是不是？我呢，不是像他认为的，是不是？我平常对他母女也很照顾，也很好，我是心甘情愿的对他，是不是？我想着是不是？我不想说这样现在就给我结束了，但是他始终他不出口，我觉得我很委屈，他还防着我，你就总防着我像贼一样，不是？他防着您，您觉得正常吗？正常，我觉得不正常，我觉得不正常，是吧？我跟你在处对象呢，你这么防着我，那我干嘛呢？你总怕被骗，你就怕这个，又怕这前巴拉后怕虎的，你怎么生活呀？啊，是不是？你终归要迈出这一步啊！是，您再看看其他的女生呗，找一个，是吧？我暂时没有这么想，我暂时因为啥？我相中一个女人，我就要追下去，我不会说啊见异思迁，见一个爱一个，那不是我性格。哎呦，那您这么多年谈了几回恋爱呀？唯独是算谈过1次，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比较青涩啊，比较青涩，什么都不懂啊。那个时候也不叫谈恋爱，说白了，这个追她算我正经八百追的一个女人，所以说我不想放弃。哦，这是您正经八百谈的第1次恋爱？是。太不容易了，太难了，我的真情啊，一片真心都掏出来了，是吧？是啊，没错啊，而且我就这么做的呀。对，我掏的是真心。我还占个大便宜。对。可是占便宜人说你这里哪里是真心啊，你这是狼子野心呐，是吧？你们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一个防贼的保安队长，结果被别人当贼防了，心里不好受吧？那肯定不好受，我心里特别委屈。您现在租给他的房子，房租收吗？
就收他750，正常价是1500，我就寻思心疼他，我也不可能让他房子白住啊，对吧？也就收一半。对，没错，水电费我也都不收了。其实付出更多。对，没错。另外，他想10万块钱加名字的80方，价值多少？价值也得个60左右万吧。60多万。对。出10万。对。明白了，我能够感受到，女生也是想好好和你谈一场恋爱，结果她感觉你处处在算计，两个人相爱，瓜熟蒂落，走进婚姻，有了爱，那才是真正一个家。如果没有爱，即便有房子，那也不是家。你急功近利的是，我10万块钱把我名字加上了，这就是一个家。潜台词谁都明白啊。另外，老父亲手术，恋爱对象拿出5000块钱，有情有义，10万块钱通过你们兄弟姐妹，最后也解决了，也就说明你是有办法解决的，他的选择无可指责。另外，他的女儿，我认为你做的太对了。对，他把感情投资到你女儿身上，或许背后会有更多的算计。对对对。但是我从来没有算计过他。但是你再说没有，这是你自己认为。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一目了然，因为你对他的爱是有杂质的，你更多的就想通过这样的一场恋爱获得所谓的补偿，因为你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竟然会说2件事情：我是未婚的，他是已婚带孩子的。如果真爱，会小心翼翼回避这个字眼。我是单身的，我是未婚的，他是离异带着孩子，你就认为你吃亏呗？你刚才有没有听清楚？他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因为我想有一个家，我们即便走进婚姻，那个房子也必须加我名字。他知道什么叫共同财产，他知道房子加名字意味着什么。当时我真没这么想啊，当时我就觉着想有个家，加个名字。你不由自主都在想这个问题。我认为你做得非常对，就是要清醒，不要被这样的一种情感迷惑了。如果面对算计，我们去顺应算计，这是对自己的傻。所以我希望你重新考量这一段感情，谢谢。他提房子加他名字的事儿提了多久了？他那个住进来2个多月的时候啊，他就提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在一起？就觉得他平时对我也好，对闺女也好，就是我上班也比较忙吧。他就是给你做了点饭。对对对。而你希望他给你做饭，然后你也需要有个人陪你。确实是单身久了嘛，可能会有这些想法。我想说一句话，恋爱当中彼此都有所图很正常。本身谈恋爱就是你给我我需要的，我给你你需要的。但是有些时候看起来很正常的事情，却不能用不正常的要求去逼迫别人。如果一个人用不正常的方式去逼迫别人，那就不是爱，那叫索取，或者那叫强索。我一直会相信有一句话，有房子不等于有家，有钱也不等于有家，同样有房子有钱不等于有爱。一个家里边装修的再奢华，房子再大，但是2个人没有爱，彼此算计对方，这个房子住着也没意思吧。一个家里边再富有，彼此都把对方那点钱当做自己的钱在用，然后根本不给对方留一点余面，这个家再有钱，每个人内心也很空吧。所以我觉得对于女方来讲，如果你觉得跟他恋爱在一起，他就是一个不断找你要钱的人，那你为什么还非要跟别人在一起？那一定是你内心当中很空，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不清楚，那不妨让自己冷静冷静想一想。同样对男方来讲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觉得一个房子写上你的名字就等于有家了，那早晚他可以离的。有一个律师的证明，跟你写了这个非你的证明，只是给你加了一个名字。但如果你俩离婚，这个房子跟你也没关系，你觉得这个房子对你还有意义吗？这个家还有意义吗？只是有一个名字而已。但是挂了名字不代表你的婚姻可以长久，不代表你的婚姻可以让你真的老有所依。所以我觉得你们俩谈到现在，你俩根本就没有谈爱情，你要的是一个人给你做饭陪伴你，你要的是有一个有你名字的房子。所以你俩彼此没有爱，何必还要把这段爱情谈下去？但如果因为孤独寂寞加上内心有爱又渴望得到爱的话，那就用心去谈一段中年人该谈的恋爱，不要在钱上面过度的算计，反而你们能得到的会更多一些。就是一个44岁的大男孩，特别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去得到所有的一切。我相信这个男人他是特别真诚地在对待的这个情感，但他也同时很真诚地对待着他自己的欲望和他自己的小算盘。说句实话，他知道他自己可能不太有女人缘儿，所以当有这么一段情感摆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个男人，我的感觉他是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但是也恰恰是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恋爱的经历，但是他有姐姐们，所以你要知道他就会有一种理所当然。你听他说那话多幼稚啊！因为我对他好，所以他就得加上我的名字；因为我想有个家，他就得加上我的名字。我给了10万块钱了，我不是白住他的房子，我不是那种因为我对他好。这就是一个孩子跟姐姐跟妈妈撒娇呢，胡搅蛮缠呢，但是他就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因为他在用对待血亲的那种方式来去对待了他的爱情，因为他不会。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先生你别介意，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就他在爱情上，这个男人少根筋不开窍，所以我们就要说，面对这样的一个男人，你是因为寂寞，因为孤独，因为单亲妈妈的无助感而想要跟他在一起，但是看起来你也并不想去真的有任何的付出。他的算计是在明处的，是孩子打引号的孩子般的天真的、幼稚的、无知的。那你的算计呢？你的算计好像因为你在跟我们在现场上跟我们都呈现了，哎，我好可怜，我单亲妈妈，结果我被一个男的这么算计着，然后那你走啊，干嘛不走啊？你有你的算计。所以我倒真的不觉得好像你们是在物质上彼此的斤斤计较，或者是对彼此的图谋不轨。我不这么觉得，是这个男人他在遇到你之前，可能他都没想到过他这辈子还能有所谓的爱情的体验，他怕失去，他需要用一种特别奇怪的方式来把你给拴住，他不想再孤单了，这是他。而你一个单亲的中年女性，倒在地铁边上，没有人扶你，但是有一个傻乎乎的男人，他要守候你的后半生，但是他也有他的算计。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为你的人生去做一些冒险？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他绝不是说你没有你自己的考量，你也不就像我们说，凭什么人家把房子给你？那也是凭什么这个男人他要对你们娘俩好的无怨无悔，然后你还对他处处的去有这种提防，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两位啊，就是到底你们想要的和你们能给的，是不是彼此之间一个平衡？如果我给的和我想要的我达不成一个平衡，也达不成我们彼此之间的共识，那趁早谁也别耽误谁。你能遇见一个喜欢你的女人，就有可能遇见第二个，永远不要低估自己。我不觉得他是少根筋，白老师，我觉得他在这件事儿他反而多根筋儿。你说这个女人没有人情味儿，对吧？对。
你干嘛不分手啊？又二婚，又带个孩子，又没人情味，要他干嘛呀？你怎么不分手？你怎么不走呢？但是他有他的特长啊，对不对？他有他的特长是啥呀？特长是房子多吧？骂着这个女人没人情味儿，还有什么爱呀？连人情味儿都没有的一个人，你爱他什么呢？我就觉得他在这件事上面没有人情味儿，那别的还可以。这人情味儿还分事儿和不事儿的呢，是吗？在这件事上，如果按照您的道德标准来说，在这件事上，你老父亲生病这件事上都没有人情味儿的话，这人有什么值得可爱的？你咋不走呢？因为你离开他找不着别人了，没人愿意找你。这么简单的道理摆在这儿，又有房子，又有赚钱的能力，还没有什么给你的生活的压力，还能给你租房子按750的价格租。你现在到天津，你给我找一个750租房子的地方去，还水电费、煤气费都不用交，你这账算得太清楚了。60万的房子，你10万块钱就要加你的名字，这说破大天儿，这也不合乎情理呀。但是啊，您听我说呀，是不是？我老家有套房子，是吧？我也可以把它卖了呀，把这钱都交给他呀，是不是？这个也是我心意呀。那你自己去买房子呀。你为什么要买他的房子？你告诉我。我1个月5500，但是也很稳定。好，那你自己把你们家的房子卖了，您自己去买一套房子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买他的房子？我这么想着，我也没这方面经验嘛。他正好是做房产这个中介。好，明天给他介绍一套房源，卖给他，你不是还能挣中介费吗？他不是要买房子，他不就为了有个家吗？他所谓的房子等于家，那你给他卖套房子，这不简单吗？谈什么爱情啊？所以算计在明面上，我就说在很多事情上，他就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情感绑架。他以我是你男朋友的身份，遏制住了你的一切。当一个人如果结婚目的非常明确，而且要求快速进入婚姻的，你一定要慎重。我就问你，有结过婚，有自己的工作，有2套房子，孩子已经拉扯出来了，你着急结婚干嘛？还有一点，我觉得你做的非常正确的，你说你女儿20岁是吗？对，20岁，她40，你的女儿晚上一定不可以让她进家门。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人不合适的话，趁早走，不要拖了，就这样。谢谢莎娜老师，来帮帮团的老师们。我也想问问这位女士，就说2个人在一起应该是开心的，对吧？您有过一段婚姻，然后再找一位，肯定是为了更开心一些。如果2个人在一起还不如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人在一起呢？您有赚钱的能力，有一个女儿也大了，我觉得完全您自己可以过得很好，也可以把孩子培养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宁愿相信您是2个人思维方式不同吧，好吧？老师们问了一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从硬件上就配不上你，看得出来，对不对？你也明白他对你那些算计，你咋就不离开呢？因为舍不得呀，舍不得啥呀？舍不得他帮你打发寂寞呀，舍不得他对你的好啊，值吗？有个问题问起来其实挺扎心的啊，工作到现在应该20年了吧，就攒了10万块钱。啊，我还有10多万块钱在理财账户里边。我为什么要跟他张嘴借这10万块钱？是因为我能还起这个钱，他知道我有这笔钱，但是我拿出来呢，浪费了1万多块钱啊，我觉得这是种浪费，所以才跟他说。别人不借你钱救你爸的命，叫没有人情味儿；你为了1万多块钱的蝇头小利不救你爸的命，叫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嘛，就是钱在他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没别的意思啊，就是咱把这事儿说清楚啊。男人嘛，44岁了，说这些事儿也不丢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年。其实啊，我可能啊有好多以前做过好多事儿，肯定呢就是没达到你的满意，然后呢也希望呢你能看到我的真心，我确实是想跟你成个家，我也一直想有个家，
我希望呢，你能重新呢，审视一下我俩之间的感情，我也好多东西我也改一改，好吗？我希望你能重新看待这段感情，我很真情的想对你好，我想以后咱俩就是成家了，就是在一起。大姐没说话是吧？我帮你问一问题是吧，兄弟，我大姐带一闺女不容易，孤儿寡母2套房，这2套房都得给我侄女，我姐也没房了，你们要好，自己租房过行不行？可以。然后你们俩什么时候攒够了钱，什么时候买房，行吗？没问题啊，没问题。行，我没有什么问题了啊，谢谢2位，请回吧，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预测一下结果，男出女不出，同样男出女不出，一样，男出女不出，男出女不出。没有人猜其他的结果吗？比如说大姐最后被我那个问题给带到沟里了。我说你们租房子能结婚吗？她说能。万一大姐信了呢？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跟你说，我知道，我最后这个问题他答完了，他一定不出来了。为什么？一个对10万块钱理财、1万块钱利息都看得那么重的人，我告诉他说，你们结婚就是租房子，你们不是真爱吗？他嘴里搭的那么轻快，我就知道他不能出来，因为他知道有这样的可能。行了，你们又帮助一个大姐成功避坑啊，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在生活中越来越强势了，还很霸道，还在控制我，要求我必须事事如他的意。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他根本就看不到，他只会一味的抱怨，甚至还开始嫌弃我了。我和他根本不能沟通，只要讨论点事儿，他的态度就很差，每次都吵架，这让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根本就不在他的未来的计划里，他目光短浅，还不负责任，我对我们俩的未来感到很迷茫。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葛27岁，来自河北企业员工；女嘉宾小冯27岁，来自天津企业员工。有请2位，有请。主持人好。好，欢迎2位啊！主持人。好，是要结婚了是吧？是打算要结婚了是吧？对。然后就出了好多事儿是吧？对。现在也特别奇怪，前面都谈得特好，一谈结婚就出事儿。我猜是彩礼吧？对。说说吧。我跟他在那个公司团建的时候认识的啊，那时候就感觉他挺活泼可爱的，死乞白赖的追嘛，追了3月，完事儿俩人待了一块儿1年多了，那我也到这个岁数了，我就寻思过年回家见见父母吧，不成想不见不要紧，一见这就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别的都挺满意的，这两边父母都见完了啊，就到了要谈彩礼的时候。就开始不讲道理起来了。我怎么就不讲道理了？他当初追我的时候都不是这么说的，当初就是他追的我，然后我当初这压根儿没看上他。我跟他说过，我说我这人啊，脾气大，你受得了吗？然后他跟我说我就喜欢你这性格，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我愿意包容你啊，愿意对你好，以后照顾你，各种糖衣炮弹死缠烂打的，我才勉强同意。这彩礼这个事儿吧。一开始我们家就说我们两个觉得合适，我们两个以后日子过得好就行。看着家庭条件，那个也没有太高的要求，这10万块钱就行了。但是因为他那个前女友，他之前有一个
谈的就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然后呢，我听他们家亲戚说，那时候跟他前女友谈的彩礼是24万，他特别干脆就答应了。到我这儿就10万块钱，就我差哪儿了？凭什么给我打个折呀？我今天来这儿，我就跟他较这24万的真儿。24万给前女友了吗？怎么可能给？他这纯属误传。再说了，我要是不想娶你的话，我为什么把你领着去见我爸妈？那不可能的，对吧？对，回答问题。你们俩商量10万彩礼是吧？就10万不行了是吧？因为听到一谣言说他前女友要24万，这家就答应了是吧？所以你觉得到你这儿打折了，10万真的不行啊？我就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里。他主要是他和我在一起以后，他一直拿我和他前女友比较。他说他前女友温柔、懂事、体贴，就说我啊脾气不好、母老虎、蛮横不讲理的、无理取闹的。你为什么这样呢？他追我的时候他怎么不说？那现在嫌弃我了。你看，主持他这又开始讲瞎话了。我当时就一句气话，没想到他还当真了。我问你，你女朋友怎么样？对我挺好的，就是你女朋友跟你前女友比哪个好？她好。谁漂亮？我前女友漂亮。我帮你，我怎么帮你啊？哎呦，谁性格好？我前女友。姑娘，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退场，把他前女友请回来。当初我跟我前女友，你前女友好跟你前女友去啊？当时就感觉她性格强势，这往后的生活能照顾我一些。我们家孩子不是给人当保姆的，对吧，姑娘？对呀。我们是用来疼爱的，对吧？没错。就这样是吧？平常。对，他就这样。行吧，谈了1年多。啊。没提彩礼这件事儿之前，关系好吗？挺好的，就是他对我还算挺照顾的，也给我做饭什么的。但是就是后来他就老抱怨，总是觉得我对他太强硬什么的。但是我所有的出发点，我都是为了这个家里好啊。哦，你们俩谈恋爱期间钱是怎么个分配？就我们俩的工资都是归我管，每个月是给他600块钱的零花钱。管得这么严啊？我管这么严是有原因的。哦，主持人，等会儿，这我就得插2句了。上回我跟我一发小那出去吃饭去，跟他请假请了半个多小时，他才让我出来。完事，平常都我发小结账，我寻思我自个儿结一回吧。这到那一结账，扫码200块钱我都扫不出来。当时臊的我这都没地儿找脸去。半夜12点钟给我老妈打了个电话，要了200块钱。这当时，我都不恨不得找个墙缝我钻进去。您说他一天到晚的跟朋友出去，请这个吃饭，请那个吃饭的，你1次2次行，你总这样。再说了，我管他钱是因为他有前科，您知道吗？又不是罪犯，还有什么前科呀？他看直播，他给人主播他刷礼物，他一刷他刷什么那个跑车、火箭，什么一刷就几百块钱。他平时都不给我买礼物，他给别人刷的，他刷的那么起劲儿。不是主持人，这事他就真不讲道理了。我来来回回都给他说了800遍了。那是我高中同学，人家就看现在直播挣钱啊，他想去做直播，刚开始没人气嘛。我们几个老同学就支持一下。男同学、女同学？女同学，他就误会了。啊？什么高中同学？不是你们支持一下。我看就是你那初恋。他跟我说过，他有个初恋，高中同学。哦，就是前女友吗？这我不知道，反正他说他是初恋，要不然怎么这么伤心？是那个前女友吗？美名其曰的给人家刷礼物。不是，那应该他给你们钱，你们帮他刷了就得，哪有你们花钱的？当时可能也是有点鬼迷心窍了。他跟我说他给人家支援。行了，已经认了，别逼了，已经认了。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个初恋和前女友谁好呀？这个老师，你要是让我答了，我今儿晚上我就回不了家了。哎呀，终于长点心了。那显而易见嘛，就是前女友美嘛，是吧？不回答就是这个嘛，这是死命题。他已经承认了，对那高中初恋还是鬼迷心窍的。他用了这个词，咱就放过他吧，管得好。您看他就这么挺老实的，那我真没看出来他老实，我跟你说。
他平时他说话什么的，看着就是挺老实的。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才知道，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咋了？您问他。这我就先不想说他老师，我想吐槽别的啊。好。人就说我自个儿这现在平常出去买个菜，这我都跟那大爷大妈的那抠搜1块钱，就为了抠搜那1块钱，我就在那抠搜半个小时。他可倒好，动不动就跟他的小姐妹出去逛个街，买个衣服。做个 SPA， 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现在，他这话说的都倒成我花钱大手大脚了。就他平时他出去跟兄弟们什么喝酒啊、吃饭的，我都不管他。我一个女生，我平时偶尔啊出去跟个姐妹啊逛逛街啊，吃个饭、理发、做个美甲、做个 SPA 什么的，这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都是团购那个有优惠的时候我才去的，就偶尔放松一下嘛。再说我平时在家里特别的省吃俭用，不像他说的那样。就是你并非大手大脚。对，是不大手大脚。我这天天下完班了，这还得伺候您。咋伺候啊？前半年他就说要减肥，让我给他做早减肥餐，有时候不到6点钟起来，他要求还挺高，什么低糖呀、低油啊、低脂啊。做完之后还得给他打包好。您说这主持人，我现在这日子过得跟保姆有什么区别？不是你自己愿意啊？主持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这么胖，我才不到100斤。是他跟我说啊，你现在太瘦了啊，你得多吃点，你不用那个为了减肥保持身材那么辛苦啊。我就喜欢胖一点的，我就喜欢可爱一点的。那个我会做饭，天天他变着花样给我做。把我喂了这么胖，然后现在就开始嫌弃我。懂了，气死我了！不是主持人，这事儿我可真就得说了，你真冤枉我了。当时我也就那么一句玩笑话，他还真就当真了。再说了，你现在你要想减下来，你还不简单呀？你自己天天那么多快递，隔三差五的就20-30架。是，我不跟你说了吗？之前也跟你说，你自己去拿快递啊！你天天那么多快递，这个因为有快递，一个大老爷们儿还唧唧歪歪的。再说那快递，我就是平时啊，就为了家里头这个多一项收入，我就弄的那些2手小商品，收拾，然后我再卖出去，我赚点钱，我赚点差价，我是为了生活。平时我自己我也拿快递，我不是不拿，没有那么懒。你怎么不说他这快递是？做2手商品，给家里挣钱这事儿呢？为啥不说呀？我现在发现你藏了很多信息，把自己说得很惨，一件事儿没少干。说我钱被管控了吧？他有钱刷跑车、刷火箭，所以你在那儿哭什么呢？抱怨什么呢？我哭我抱怨没错呀，主持人。你们家就他是天上，你是地上啊？没看出来啊？不怕您笑话，就我今儿穿的这一身，这除了内裤和袜子，剩下的全都是他从那2手平台上买的2手货。这都还不算那啥，就上回他送我洗面奶，我当时挺高兴，用了没几天，这脸上我都起痘了。一看洗面奶日期都过去1个多月了，他这从心底里边，当时就没有把我当他男朋友去对待。主持人，您别听他胡说八道。那个洗面奶就不是他说的那样，就衣服穿的我就是从那个折扣店买的那个打折优惠的嘛，它不是就便宜点儿，但是都是新的，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再说那洗面奶，我就是平时为了省钱，我用的都是那种买的那个临期的那种嘛。我跟他说啊，你那个抓紧用，别过期了啊。他非得等到过期了才用啊！一看日子，他那就是心理作用，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再说了，那，哎呀，气死我了！不气。不是我真的，我一提你这些事儿，我真的我这火我直冲脑门，你知道吗？还好家里就2个人，以后要再不，主持人，您这说错了啊！我家还有一只猫，还有一只猫。猫不算人呢？猫的地位现在比我高。养了那只猫之后，买什么猫粮呀，什么猫砂盆啊，隔三差五就换到新的。这前2天又买什么营养包，说是让那小猫长得更壮。他做的最过分的是给猫买了好几身新衣服，愣是不给我买。哎，为什么他对猫都比对你好呢？别跟我提猫的事儿，真的，他不提猫这个事儿还好，他现在一提猫，我这个火哎，我这，哎呦，就那个猫。当初是他
非得要养的。我一开始我不同意，然后软磨硬泡的，那好长时间我才答应。结果没多长时间，他冷淡了，全都甩给我。那我伺候猫，那就给他洗澡，那平时那个。就费这么多精力去照顾它，我都养出感情来了，养了也快1年了。他因为这些小事儿，他跟个猫争风吃醋的，他要把猫就送走送人了，我都养出感情来了。送了吗？没有。你说当初我要不喜欢这小动物，我能养它吗？是我就是气你对它比对我那好多少倍。他脾气大的时候你没见过啊？是。这。当时那你给我举个例子，他做了什么事儿脾气那么大？就因为买房这事儿，我俩就来回吵嘛。啊，他那时候就吵着在市里边买房嘛。我们这边家里边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薪家庭，这买房的话，在市里边最多也就买个老破小。我当时就想着在市外头买一套房，这我爸妈到时候来天津这边也方便。他这又当时死活就不同意。我当时还给人家中介交了定金，他就去人家中介那儿，又是吵又是闹，又是打电话投诉，整到最后，我跟我爸妈那边都没办法去交代，我自己心里边有时候也过不了这一关。房子退了吗？定金肯定是退了呀，退了不就行了吗？你还有脸提这个事儿呢？他当初买房的时候，他是瞒着我去的，他都不跟我商量。就要不是我从他那个钱包里发现那个定金条，我到现在都蒙在鼓里呢。我就觉得，他就是骨子里就是特别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就是一点没有担当。再说了，我觉得在市区买房，就是虽然说是老破小吧，但是他既然跟我提到这个结婚的事儿嘛，我觉得结婚以后肯定会要孩子，将来肯定会要孩子，我就考虑的就是比较长远，我就想的就是。在市区里啊，医疗资源啊，教育资源啊，你去哪儿啊，交通啊，什么生活都很方便嘛，离我父母也近，有什么事儿，都很方便。但是他就只考虑眼前。行，我就问一句，你们俩今天来这儿干嘛？就想着让老师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再继续走下去，就打算分手了呗？是。你来呢？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我这有一肚子的委屈呢，我也想听听老师们给意见。姐，别委屈了，分手行不行啊？可以。确定吗？确定。我一开始就以为是彩礼钱闹的，后来他们往下这么一说，我这一听，好像谈彩礼这个时机也不对，有点唐突了。啊，这感情是需要让老师帮你们把脉。各位老师们，看看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如果她真的是掉钱眼里的女生，会找你吗？她当然是奔赴爱情啊。另外，你说她强势，面对一个强势霸道、认为已经被女生掌控的男人，你敢在这样的场合说我前女友比你漂亮，敢说吗？在整个你们的恋爱过程当中，无形当中都是你在掌控啊。彩礼，前女友24万，我坚信是事实。您的亲戚告诉他的时候，是不防备的，你不给就不给，我就是要打折。打折的理由当然，你比我前女友难看，你比我前女友性格差。那么为什么还在一起呢？另外，你是给他设定了很多的帽子，恋爱当中不堪的帽子全部加给他，什么事情都是他不对。所以女生，你今天可能要面对就是一个抉择，人家已经无意当中有这样的退役了，那就成全他呗，退货吧。我很想八卦一件事。为什么那么漂亮、那么性格好的前女友会跟你分手呢？就是我出生在那个县城那边，就是我前女友一直都想着往外边来发展，但是我当时想的是在老家那边发展，然后我们就为了这些分歧，最终走散了。她不是性格那么好吗？性格那么好，应该很迁就你啊。性格好归好，但是她骨子里边有那种劲儿，就是想着我一定要往外走。就她想往外走，你不想往外走。对。但你不还是出来了吗？
经历。所以真正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呢？你并不善于真正的去谈恋爱解决问题，你也不会真正的爱一个人吧？至少在你们两个的爱情当中，你应该是你所谓的爱情当中，我没有看到你真正去爱过他。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跟你前女友到底为什么分手，我只能推断你不会爱人。你说你每天给他做饭，然后做的是减肥餐，但是我听到的是因为他长胖了。如果你真的是专心的想要每天给他做饭，一个想给爱人做饭的人不会抱怨吧？不会觉得我给你做饭好累啊，好烦啊，好讨厌啊。所以是真的是你在愿意给他做，还是你只是为了通过做饭来得到另外的东西？根本没有谈恋爱，你从第一天跟他在一起你就在过日子了，你每一步走的都是过日子的想法，但是你并不知道你选择的男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给你猫你就去养着，你可以说因为我喜欢我想养，但是你最后变成了他甩了一个东西给你不要了，你立刻把这个东西接过来，然后他当着别人的面说你不如谁谁谁，你最多生得下气，气过就完事儿了。你把他的钱管上了，你给他一点点钱，你认为是我为了未来我们过日子要储备，但其实你就是选择的以过日子的方式在给家里存钱。你并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人真正过日子，因为选择跟一个人过日子之前是要选择这个人是否适合跟你过日子，你还没睁大眼睛选这个呢，你就已经在跟他过日子了。所以离开一个并不是真正爱你和重视你的人，去选择一个真正爱你的人，跟他结婚，你那个日子才叫过日子，否则你的生活只能叫熬日子。姑娘，你有一句话我特别不认同，你说1年多是你把我给喂胖的，所以你就有义务把我给减下来。咱不是鸭子，北京烤鸭知道吧？甜，那是往里填，吃不吃我往里填，他做，谁吃啊？那得你自己张嘴，你自己嚼，你自己咽。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有意识，要去完成自我管理，那你这说句实话，你被骗也是早晚的事儿，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自己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去负责，所以他没有义务给你减下来，因为不是他填的。其次，我想跟这小伙子，一个漂亮的、性格温柔的女孩也好，一个长相平凡的、性格暴烈的女孩也好，不论我们长得什么样子，我们的性格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在爱情当中的渴望是一样的。我们都渴望成为那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所以你以为退而求其次，然后我这种状态他就能够接受了吧？你不知道的是，女孩子在情感当中去要的跟我们长相性格没有关系，只要是爱，我们就要最好的，我们就希望我们的爱人是最好的。所以你的退而求其次，你认为自个儿就能获得你想要的游手好闲、自由生活、吃喝玩乐，对不起，你想多了。吃喝玩乐的人生，没有哪个女孩愿意，除了你妈。你俩这哪是在谈恋爱呀？还能谈到彩礼，太可笑了！你俩撑死就是在速配呀！你看条件差不多了，咱俩就奔结婚去吧，是吧？这不就速配，哪有爱情啊？他爱你吗？不爱。你爱他吗？也不爱，一点爱都没有。你难道不知道恋爱当中的禁忌话题是什么吗？那不就是前任吗？你今儿怎么站台上把他变成了你心中的一道白月光？哎呦，漂亮，前女友漂亮，性格也是前女友性格好。你也真的还能站在这儿稳如泰山一般。我要是你，当他说出那2句话的时候，我掉头就走。你把我当回事吗？你尊重我了吗？你哪怕可以说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你也不能就这么坦然的还面带笑容的说前女友，那个娇羞的样子啊。所以这哪有爱情啊？
图啥呢？就这样吧。好，谢谢珊娜老师。来，帮帮团老师。我刚才在回忆哈，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在恋爱1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可能还是很热恋的状态，见面的时候非常甜蜜，不见面的时候很想念，然后煲电话粥。但是现在你们的爱情要这么快进吗？就是在你们还其实不是互相太了解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有了共同账户，然后在一起共同生活。就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你们自己认为我的生理年纪已经到了可以在一起有一个人可以在一起谈恋爱的一个年龄一个阶段，但是其实你们的心理年龄并没有成熟到可以去面对和解决在一起生活之后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你们今天来到了这儿，怎么样？感觉谈恋爱和在一起真正一块生活不是一回事儿吧？所以我希望你们在以后在面对一个新的恋情，真正属于你们的恋情的时候，慢一点。真的，我觉得这个才是爱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一种表现。哎呀，挺好的，总比稀里糊涂的出了彩礼，娶回家再打翻好。今天至少冷静下来了。有一件事情大概应该正视吧，我们的情感还没有走到能够步入婚礼的那一刻。日子慢慢过，人得慢慢的品，太急了。答案你们自己去选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日服。咱们俩相处也1年多了，但是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我觉得你根本就从来没有理解过我。你总跟我抱怨说你委屈，你很累，但其实我觉得我的委屈更多。我现在真的很累，就这样吧。其实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想法，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没有冷静思考咱们的未来。其实老师们说的很对，我现在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咱们以后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的样子。我认为咱们应该能够还得继续走下去。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于老师，双不出，男出女不出，我觉得2个都不出吧。我也觉得双不出。看结果，请开门。当离开我们的演播室的时候，这一对年轻人一定是如释重负的，因为他们终于可以遮下自己的那个面具，勇敢地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对女生来说，日久没有生情；对男生来说，一场游戏终于过去了。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